小伙伴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极其可怕的蝴蝶效应现实版。很多人刷新闻，看到中东局势紧张，霍尔木兹海峡堵船，第一反应都是跟我一个住在德国的普通打工人有什么关系？今天不谈地缘政治，只想算算账。一旦国际风险变成家常便饭，你的钱包到底会被拿走多少钱？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3种真实存在于德国的普通人。先看第一种人，每天跨城通勤40公里的天选打工人小王，每天往返80公里，一年风雨无阻，搬砖220天。车子的油耗算个中规中矩，100公里6.5升油，80乘以220等于17600公里，17600除以100乘以6.5等于1144升油。国际航运一紧张，油价跳涨，假设每升贵了4毛钱，小王一年要多付458欧元。这时候小王可能眉头一皱，几百欧元嘛，我少喝点啤酒不就省下来了？再说了，德国有 Pendler 跑沙了，年底财政部会退给我的。快醒醒，你去翻翻所得税法，财政部给你定的抵扣额度是焊死的，不管外面油价是1.5块还是2.5块，税务局绝对不会因为你加油加哭了就多退你1分钱。好，小王说大不了我不开车了，你奈我何？扎心了，这是最大的误区。油不只是车在烧的东西，它其实是整个物流系统的成本，卡车、船、飞机全都在用它把商品送到你手里。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，燃油在消费者价格指数，也就是 CPI 里的权重，大概是 3.5%。简单算一下，油价涨幅乘以这个权重，大概就是它对通胀的直接贡献。如果油价每升只涨1毛钱，光燃油这一项就能把德国通胀硬拽上去 0.2个百分点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还有2次传导呢。农场的牛奶，屠宰场的五花肉，超市货架上的卫生纸，全是卡车司机一脚一脚油门踩出来的。这条链子一拉紧，超市货架上每样东西都会悄无声息地贵起来。这就像一种毛细血管式的价格传导，很细但很密，慢慢渗透进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假设你家一年日用品和伙食花费1万欧元，物流成本温和上涨 5%， 超市老板大发慈悲，只把1万成本转嫁给你，等于悄悄多花了250欧元。如果局势稍微严峻一点，物流涨 8%， 那就是400欧元打水漂了。加在一起算，油费多花458欧，买菜买日用品再多花几百欧，一年将近1000欧元就在你不知不觉中蒸发了。油价涨是明枪，物价涨是暗箭，你躲得过加油站的初1，躲不过超市的15。接下来我们看第2种人，物流小老板汉斯。假设汉斯有5辆小货车，每辆一年跑9万公里，油耗100公里28升，单车一年用油25200升，5辆车加起来126000升。如果油价每升涨4毛钱，等于50400欧。小伙伴，5万欧元呢，一辆崭新的宝马3系就这么化作尾气飘散在风中了。这不是成本高了一点，这是老板辛辛苦苦一整年的净利润直接被一波带走。而且德国政府还扛着镰刀在高速公路上等着呢。LKW-Maut 卡车通行费现在还挂钩了 CO2 排放附加税，这简直就是物理伤害加法术伤害，双重暴击啊！这时候肯定有人说，那老板不傻，把运费涨上去，让客户出不就行了？机智啊！运费一涨，工厂就要涨价，工厂一涨价，超市也得涨价，最后谁买单呢？还是刚才那位打工人小王。但小王的工资涨了吗？并没有啊！既然买不起，小王一拍大腿，老子不买了。小王不买，超市订单减少，工厂减产，汉斯的货车就只能停在院子里长草，汉斯又少赚一笔。这在宏观经济学里有个比较专业的说法，叫成本型通胀加需求收缩。说白了就是一边是成本在涨，一边是消费在降。它不会很戏剧化的让人瞬间破产，而是像温水煮青蛙，慢慢榨干你的现金流。压轴登场的是第3种人，刚掏空所有钱包，在德国高位站岗买房的家庭。首先是马上就能把你冻哭的能源账单。假设家里一年取暖用天然气18000度，用电3500度，如果气价和电价跟着能源市场小幅上涨，一年额外的成本就是500到1000欧元。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去意大利海边晒晒太阳的。以上这些都只是皮外伤，真正藏在暗处能把你打出内伤的是欧洲央行的利率魔法。刚才我说了，油价涨会推高所有超市物价，欧洲央行那帮老头老太太最怕的就是通胀这只怪兽。如果物价涨，消费降，经济已经放缓了，按常理出牌，央行应该赶紧降息，撒币救市，对不对？尴尬的名场面来了，因为能源价格一涨，整个通胀水平往往就会被顶在高位，而央行最怕的就是通胀失控。央行拿着降息的钥匙，手都在发抖，死活不敢开门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经济学奇观，整个经济已经病得在咳嗽了，
但利率偏偏就高悬在半空，降不下来。而房贷利率其实是跟着市场利率一起动的，这对于房贷快到期需要重新签合同的家庭来说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假设你还有30万欧元的贷款要重新签，只要银行给你的新利率比你的预期高出 1%，30万乘以 1%， 等于一年多掏3000欧元，等于每个月硬生生多出250欧元的纯利息。如果多 2%， 那就是每个月多500欧元，一年就是6000欧元，这是整整10年的钝刀子割肉啊！上面提到的这3种人，其实就代表了德国经济最典型的3种压力。打工人扛的是日常消费里的通胀压力，小老板扛的是成本上涨和需求下降的双重挤压，而买房家庭扛的是高杠杆下的利率风险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新闻里那些看起来很遥远的国际动荡，到最后他们往往都会变成你生活里的价格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德国这套高度依赖全球化、依赖廉价能源的工业模式，现在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压力测试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并不是为了贩卖焦虑，而是想要抛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如果这种动荡变成常态，你的银行账户里有没有给自己留够6个月的现金缓冲？我是小雨，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，下次见。